第14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那您对此有何观察？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被美国单方面中断了长达5年时间之后，上周五，中美共同宣布建立了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那么仅仅3天之后，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就举行了。我认为这背后发出的信号就是，无论中美与中欧之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分歧有多么的严重，也无论大家在安全领域内有多么的互不信任，但最终大家还是不会跟自己的钱袋子过不去，最终生意还是要继续谈下去，继续做下去。同时他也再度证明了一个道理，中美与中欧在经济上完全脱钩是绝对不现实，也是绝对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中美与中欧这两者之间的经贸对话还是有差别的。中美是在中断了高层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后，重建了层级相对较低的事务性的经济工作组与金融工作组，而中欧之间的3大对话机制，包括中欧经贸领域最高级别对话机制、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和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并没有中断过。即使是过去3年期间，双方也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了沟通，而现在这是重新恢复了线下的对话。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中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美关系的左右和影响，但欧盟并没有完全紧跟美国的步伐。它带给我们的信号就是，只要中方持之以恒，不放弃，我们拉拢欧盟来制衡美国的可能性，我觉得就会始终存在。那您认为在第14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会上，双方将围绕哪些议题展开博弈呢？按理来说，第14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会实际上是中欧之间一次例行性的经贸领域沟通与交谈，但是由于今年以来中欧在经贸领域内出现了3件事情，使得它不仅引起了中欧双方舆论的浓厚兴趣，更引起了双方业界的高度关注。这3件事情，一是不久前欧盟为了响应拜登政府提出的对华经贸部分脱钩的号召，提出了所谓中欧经贸关系要去风险化。那么尤其是为了将所谓的去风险化落到实处，以德国为首的部分欧盟国家正在考虑禁止在5G 无线通信领域中使用华为以及中兴通讯生产的零部件，这就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与反弹。预计双方将会在这次对话会上再一次展开激烈的博弈。假如这件事情处理不好，将会影响接下来的中欧经贸关系走向。第2件事情是，日前欧盟突然宣布将对中国外销的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对此，中国商务部认为这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行为，将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假如这个棘手的问题解决不好，中欧之间有可能会爆发一轮两败俱伤的贸易战。第3件事情就是，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在上海外滩峰会上发表讲话时，重点提到了中欧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很显然，这是在向中方开出价码，即你们必须要拿出更多的钱来购买欧盟国家的产品。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3大诉求不仅都是欧盟主动向中方发起的进攻，而且他们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欧盟既威胁要限制中国产的产品进入到欧盟市场，同时又希望中国多购买欧盟的产品。而这也就让人联想到了欧盟早前对中欧关系做出的3个相互矛盾的定位，即伙伴、竞争者、制度性的对手。因为中欧是制度性对手，所以欧盟要去风险化，禁止华为与中兴通讯的产品进口。因为中欧是竞争者，所以欧盟要对产自中国的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因为中欧是经贸上的伙伴关系，所以中国必须要多多购买欧盟的产品。那么对于欧盟的不合理要求，中方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我认为对于欧盟提出的这3大不合理的诉求，
中方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反驳，甚至是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制，因为我们这样做是有着自己的筹码和底气的。第一个是，经过这几年的相互博弈与试探，我们已经基本上摸清了美欧对华经贸政策的底牌，也就是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全面脱钩，并不是因为美欧不想，而是他们压根就不敢，同时也压根就做不到，因为这是在杀敌1000，自损800。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在跟欧美进行经贸博弈的时候，压根就不用怯场。你要是敢禁止华为与中兴的产品，尤其是要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我们就敢进行以牙还牙式的报复。毕竟欧洲的传统汽车还是非常依赖中国市场的。中方的第二个底气就在于，我们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消费市场，而且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在觊觎这个市场。这就是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最近都在要求中国多多购买他们产品的原因。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虽然美欧之间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也有着共同的安全诉求，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不同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贸利益。这就为中国利用中欧经贸关系来制衡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利用中美经贸关系来制衡中欧经贸关系提供了机会。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假如美国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多一些购买欧盟的产品，让美国吃醋。反过来也是一样，假如欧盟要是无理取闹，我们就可以多买美国货，让欧盟来吃醋。第三，不仅美欧之间有着不同的国家利益，欧盟内部的29个国家之间在对华经贸上也分别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比如法国在销售空客飞机上面有求于中国，而德国则在销售传统汽车领域内有求于中国。这也是中国可以对欧盟进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一个破口。第10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25号在北京举行。在对话结束后，中欧对话牵头人共同主持新闻发布会。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方牵头人何立峰总结对话深入坦诚、富有成效。他还宣布，中欧达成6大成果和共识，其中很多双方关注的议题都有涉及。25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对话欧方牵头人东布罗夫斯基斯共同主持第10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钓鱼台风华院，国务院副总理、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对话欧方牵头人东布罗夫斯基斯共同主持的第10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新闻发布会刚刚就在这里举行。针对当前中欧在经贸领域面临的问题、争议，甚至是一些干扰和挑战，双方都予以了回应。双方同意共同维护和加强以释放投资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的保护主义。同时，针对近期欧盟宣布的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一事，中方再次表达了高度的关切和强烈的不满，希望欧方能够慎重如始，继续保持市场的自由开放。何立峰介绍，中欧主要围绕宏观经济、贸易投资、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合作4个专题进行深入、坦诚、富有成效的讨论，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互利共赢成果和共识，主要包括6个方面：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双方同意共同维护和加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定。双方同意构建稳定互信的产业链供应链，反对脱钩断链。双方讨论了建立中欧原材料供应链预警机制的问题，同意保持沟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双方承诺保持双向开放，为对方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扩大中欧经贸合作。中方愿意扩大自欧盟的进口，同时希望欧方取消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同意推动更多优质的欧盟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推动金融业双向开放。
中欧经贸合作基础雄厚，潜力巨大。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将为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各国提供新的机遇。中方愿意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好经贸高层对话的重要作用，以对话沟通深化彼此互信，以开放合作推动互利共赢，促进中欧经贸合作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世界繁荣发展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是中欧经贸领域最高级别对话机制，与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和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一起，并称中欧关系的3大支柱。目前该对话已成功举办了9次，主要讨论中欧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战略，协调双方在重点领域的项目与研究，并制定规划。本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的举行，有助于提升中欧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欧关系中作为压舱石和稳定器的独特作用。据了解，欧盟计划的知情人士透露，需要达成具体协议来重塑双方的关系。此外，欧盟将利用这次机会，试图为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带来的一些影响降温。东布罗夫斯基斯还将寻求向中方解释，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将严格遵循程序步骤，包括在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之前与中方进行磋商。欧洲汽车行业直接或间接创造了近1400万个就业岗位，占欧盟劳动力的6.1%。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5号强调，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欧盟方面采取的有关措施不利于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敦促欧盟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及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大局出发，与中方开展对话磋商，为中欧电动汽车产业共同发展创造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不赞同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22号在出席一个美国智库机构举办的论坛时表示，德国汽车制造商担心此举会招致中方反制。他承认，德国和法国就此问题存在分歧，是法国要求对廉价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但现实是，法国汽车在中国的销量远低于德国，因此要求发起调查的经济成本远低于德国。德国媒体近期就展开舆论造势，指出法国是欧盟调查的发起者和既得利益者。哈贝克也坦言，德国向中国销售大量汽车现在变得有点困难，因为他们很聪明，知道如何制造电动汽车。深圳卫视注意到，德国车企也开始使用中国技术制造电动汽车。例如，德国宝马旗下的 MINI 品牌就已经与中国企业联手制造电动汽车，并将向全球出口。这极大缩短了宝马的新能源车研发周期。欧盟的反补贴调查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个竞争力的问题，所以我想欧盟的这个调查它可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我们也是需要高度关注，并且是我们应该考虑到欧方的关切，然后就是多进行一些对话和协调。东布罗夫斯基斯于23号抵华，在上海举行的第5届外滩金融峰会发表演讲时，他再三保证欧盟无意与中国脱钩，称欧盟寻求的是对华去风险，希望建立更为平衡的经济关系。但他话音一转，抱怨起中欧经济关系非常不平衡，称去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近4000亿欧元。此前，东布罗夫斯基斯声称，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如欧洲是造成欧方逆差的原因。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他这番话可以理解为欧方希望施压中国更多购买欧洲的产品。但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是不公平的。欧方指出，对华贸易逆差大与美国此前的说法如出一辙，但中方一直强调不愿意看到逆差过大。实际上是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实施贸易限制令，尤其针对中国市场需求很大的高科技装备实施禁运，才是造成逆差的根源。此外，欧洲议会去年冻结中欧投资协定审议会议，加上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限缩中国投资，而另一方面，欧洲通胀高企，消费者对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需求旺盛，这些复杂的原因叠加，导致对华逆差扩大。
由于全球的这个产业链分工链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现状，我们看到这种贸易结构不仅影响了中欧关系，它也是中美关系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和欧洲都共同面临着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的机遇。那么，我想根本的解决之道应该是双方携手合作，来通过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来协调产业链、价值链的发展，然后能够让双方的经济能够更加互补，或者是说通过经济产业的升级来解决这个问题。值得警惕的是，欧洲今年声称所谓去风险化，本质上是换汤不换药的脱钩论。东布罗夫斯基斯还说，欧盟要尽量减少对特定战略产品的依赖，并采取所谓适度和有针对性的行动。不久前，欧盟宣布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以及6月发声明称中国 5G 供应商华为和中兴具有更高风险，威胁采取相应措施，以及相继公布的芯片法案、外国补贴条例、关键原材料法草案等，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我们看到目前欧盟出台的很多措施里面，就经济而谈经济的内容在下降，那政治影响经济的成分在上升。那它定义的风险，我们觉得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这样一个明晰的概念，就是不管是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欧洲都应该要注意到他们的这种行为其实是有溢出效应的，会对中欧关系造成各个层面的伤害。中国外交部此前就曾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欧贸易顺差是产业结构、产业分工、贸易方式以及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客观结果。长期以来，绝大部分欧盟在华企业从中欧贸易中获利丰厚，这也是他们在华经营展业的根本原因。近年来，欧盟收紧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是影响欧对华出口潜力发挥，造成贸易不平衡的直接原因。如果欧方真想解决贸易不平衡，就不应指责中方，而应取消对华出口限制。美欧对华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损害了欧洲企业的利益，荷兰阿斯麦公司就是其中之一。2022年，中国市场占阿斯麦公司全年出口份额的14%，但为了限制中国独立制造芯片的能力，今年6月，荷兰政府跟随美国推出了许可证制度，规定阿斯麦公司在出口光刻机设备之前要单独申请政府许可。早在2022年年底，阿斯麦总裁、首席执行官温宁克就对美国要求荷兰限制半导体方面的对华出口提出疑问。他说，在美国压力下，在2019年起，荷兰政府已经限制阿斯麦向中国出口其最先进的光刻机。他表示，这对销售替代技术的美国公司有利。虽然阿斯麦15%的销售额来自中国，但美国的芯片设备供应商有25%，有时甚至超过30%的销售额来自中国。美国的芯片制造商能够向中国客户出售他们最先进的芯片，但阿斯麦却只能出售旧设备，这看起来是矛盾的。温宁克还揭露，美国芯片制造商自己制定规则的同时，也在违反规则。有欧盟智库学者表示，荷兰在该事件的立场确实背离了长久以来的自由贸易原则。在欧洲经济目前日趋陷入高通胀和能源困局的背景下，美国在科技领域围堵中国的做法，人为地绑架了他国，不仅损害中国、欧盟利益，还破坏多边贸易规则。事实上，现在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发展，并不是美国想拦就能拦得住的。中国海关总署7月18号公布的2023年1至6月部分进口商品主要贸易方式量值表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通过一般贸易进口集成电路930亿个，进口数量同比下降21.9%。这一数字印证了中国芯片行业在自主研发和生产方面取得的巨大突破。华为秋季全场景新品发布会25号下午在深圳召开 ，MatePad Pro、华为 Watch GT4 等一系列重磅新品正式和消费者见面，但没有介绍 Mate 60。外界注意到，8月底华为在未召开发布会的情况下，通过先锋计划直接开售了 Mate 60 Pro 新机。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Mate 60 Pro 采用了完全自主研发的7纳米国产芯片，被认为是中国在突破美国的芯片技术封锁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由中国交响乐团与中国音乐学院青年爱乐乐团现场演绎的歌曲《我的梦》，以气势恢宏的演奏与合唱为华为秋季全场景新品发布会拉开序幕。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CEO、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董事长余承东走进舞台中央。短短几分钟开场演讲，观众席热血沸腾，遥遥领先的呐喊连接不断，发布会开场即迅速达到高潮。我们华为一直致力于用科技创新，为消费者带来极致的用户体验。大家看到这一款产品啊，非常轻薄，是全世界最轻最薄的大平板。现场有超过2000人参会，直播平台超140家，有经销商在现场高喊遥遥领先，这也成为整场发布会的高频词。发布会上发布了多款新产品，涵盖消费者日常办公、影音娱乐、健康、出行等方方面面，显示了华为万物互联的全场景生态实力。而鸿蒙系统是其重要的基石，也是最受外界关注的系统。发布会透露，目前鸿蒙整体用户数已经超过7亿，未来将投入100亿资金支持伙伴发展，全面覆盖18个领域应用。其中1个多月以前我们发布的鸿蒙4.0，就8月份刚刚发布，到现在仅仅1个多月时间，已经发展到超过6000万用户。几天前我看到这个数据还仅仅是5000万，但是怎么就变成了6000万？因为我们每天增加120万用户。值得注意的是，刘德华也亮相华为新品发布会，代言非凡大师。时代是需要我们的，需要这样的先行者去突破、去改变、去创造。不管你们绕的路有多长，总有一天会达到属于你的巅峰的。整场发布会持续约2小时，在尚未结束的时候，相关话题就冲上热搜榜。受发布会消息提振 ，A 股华为相关概念25号延续活跃态势。虽然这场发布会没有介绍 Mate 60，但这款手机持续销售火爆。发布会上，余承东透露，目前华为 Mate 60正在加班加点紧急生产。有产业链人士预测，这一机型的销售量将为2000万台左右。如果产能充足的话 ，Mate 60系列全球销量预计能达到5000万台。最受瞩目的是 Mate 60采用了中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型麒麟9000S 芯片。这是在美国近年来对华为全面技术封锁和打压的情况下取得的创新成果，标志着中国在突破美国的芯片技术封锁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外界注意到 Mate 60 Pro 于8月29号在电商平台上线的时候，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正在中国访问。19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听证会，雷蒙多被议员问起此事，他回应称，对华为推出采用先进芯片的智能手机感到不安，同时称美国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目前有能力大规模生产采用先进芯片的智能手机。I was obviously, I don't know what the right word, upset.When I saw the Huawei announcement. 美国社会对华为的新手机非常好奇，由美国媒体委托专业机构对华为 Mate 60 Pro 手机进行了拆机检测，结果显示，该新机所使用的新型麒麟9000S 芯片来自中国芯片制造商，完全使用中国技术，绕开所有美国技术和市场封锁。美媒认为，华为新款手机上市是对美国对华芯片技术打压政策的重大打击，也印证了对华技术封锁不现实。中国外交部多次强调，美国滥用国家力量来打压中国企业，制裁和遏制无法阻止中国的发展，反而会激发中国更加自立自强、加强科技创新的决心和能力。华为手机芯片技术的突破也让美国盟友感到震惊。有英国媒体指出，华为新手机的发售让美国对华为的打压突然变得荒唐又可笑。分析认为，中美科技战从此迈入 2.0 阶段，从美国过去4年在芯片战中压倒性遏制中国，转变为中方开始有更多明显的反击动作。日本产经新闻指出，5G 手机成功上市，显示华为稳健经营、蓄积能量，背水一战终于出头的坚韧。
该报还援引数据指出，今年1到6月，华为营收增加3%，手机业务止跌回升。在过去的周末里，第19届亚运会在杭州拉开帷幕，多国领导人应邀出席。亚运外交作为中国今年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备受世界关注。其中，习近平与来华出席亚运会开幕式的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的会见尤其受到瞩目。韩国总统办公室发新闻稿称，双方谈到了中国国家元首正式访韩的协商。韩国国家安全顾问赵泰庸24号接受韩国 MBN 有线电视采访时说，如果习近平主席能够访韩，将是两国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有助掀开中韩关系新篇章。몇 년 정도 한번 서로 얘기를 해봐야죠. 한중 관계에 있어서의 어떤 전기가 될 것으로 기대가 되는데, 하여튼 저희가 만들어야 될 이제 목표입니다. 2014年7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韩国，并对韩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对韩国的首次访问。此后，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先后于2017年和2019年2度访华。韩联社报道称，尹锡悦自去年5月就任韩国总统以来，已经3次公开表态，期待习近平访问韩国。去年11月15号，在 G20 印尼巴厘岛峰会期间，中韩元首会见时，双方也就此进行了沟通。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朴元健表示，为了促成习近平主席访韩，这次韩国政府有意识地提高了参加杭州亚运会的韩国政府官员的级别。보통은 장관급들이 가는데 총리급이 갔다라는 것은 그간의 한중 관계를 좀 관리해 왔는데 앞으로 좀 더 이 범위를 넓혀서 여러 가지 분야에 대해서 협력을 모색하겠다라는 의도는 분명히 있다라고 판단이 되고요. 어떻게 보면 외교 공간이 좀 생겼다라고 판단이 되고 정부가 그것을 적극적으로 활용하고 있다라는 판단도 듭니다. 韩国 KBS 电视台注意到，此次韩国总理时隔4年访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实际本月初，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印尼会见后，时隔16天，双方举行的第2次中韩高层会谈。中韩领导人互动频率提升，对外传递了积极信号。韩国中央日报社论指出，尹锡悦政府上台后不断强化美日韩3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日益紧张，也让中韩关系紧张微妙。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表示中方坚持睦邻友好政策，并称重视韩方致力于中韩合作的积极意愿。这样的表态积极友好，韩方也做出积极回应。西方媒体对于中韩互动也高度关注。美国彭博社指出，尹锡悦作为韩国保守派人物，上任后一直奉行亲美的外交政策，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中韩关系陷入困境。同时，韩国也配合美国打造芯片联盟，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但目前尹锡悦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反映出他希望在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和韩国主要安全盟友美国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韩国亚洲日报认为，尹锡悦在最近几周降低了对华调门，并显示出修复关系的强烈意愿。中韩高层互动也提振了韩国股市，多只与中国市场紧密联系的韩国股票大幅上涨。其中，韩国化妆品公司科玛集团股价上涨7.5%，创8月11号以来最高涨幅。韩国哈拿多乐等旅游业相关股票也上涨了4.6%。近期这个中韩双方一系列的互动，表明大家呢在相向而行，在积极的这个推进中韩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从韩方的角度，他认识到了中韩关系的重要性。而且从行动上呢，正在去落实来推进这个中韩关系这样一个重要。这一点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见这个韩国总理说的，也要把韩国对中韩关系的重视要落实到行动上。除了元首互访，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有望在今年年内或明年初重启。韩联社报道，3国外交部门从25号起在韩国首尔启动一系列双边以及多边会议。韩方外交部部长助理郑炳元、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荣和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传越健裕分别代表3国政府进行磋商。按照安排，日韩和中韩代表于25号下午分别举行双边磋商，并举行具有事先工作协商性质的3国副局长级会议。
26号，三国将正式启动中日韩高官会议。这次副部长级会议在首尔召开，被普遍解读为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实质重启的重要一步。深圳卫视注意到，按惯例，中日韩协商机制以副部级高官会、外长会、领导人会议的顺序进行。25号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就此事作出回应。中日韩是近邻，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加强三国合作符合三方的共同利益。中方重视中日韩合作，积极支持韩国担任三国合作的主席国。据我了解呢，三方正就举行三国合作系列的高级别会议保持接触。本周在首尔举行的中日韩高官会引发广泛关注，会议也被视为三国协调更高层会晤的最新信号。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彭博社记者就此征询中方对会议的期待，发言人称，三方正保持接触，这也对外传递了积极信号。中日韩三国能否借此机会消除合作障碍，备受期待的三国领导人会议能否有望重启，值得持续关注。1999年，三国领导人在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由此启动，并在首尔设立秘书处，以便沟通。过去24年里，三国举行了8次领导人会议和9次外长会议，建立了21个部长级会议和70多个对话机制。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亿美元增至超过8000亿美元。三国合作逐渐从潜力股走到绩优股，在亚洲乃至世界贸易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中日韩三方的这个 GDP 呢，大概占到国际的我们说这个 GDP 总量的1/4。当然中日韩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应该又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所以呢，中日韩的这样一个区域合作，我们知道主要是集中在经贸领域。三方的这样一个合作，它毫无疑问对于三方乃至于亚太地区的产业链的这样一个稳定至关重要。今年以来，中日韩三国都曾公开表示希望机制能够重启。日本产经新闻注意到，最期盼三国合作机制恢复的是韩国总统尹锡悦。他在今年3月16号的日韩领导人会谈上就已经表达了早日恢复三国领导人会谈的重要性。中方也作出积极回应。7月初，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在山东青岛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在开幕式上表示，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中日韩三方应当保持战略定力，把握时代潮流，汲取历史智慧，坚定维护三国合作的正确方向。作为今年的主办方韩国，能不能拿出来这个具体的行动，释放出具体的诚意？因为我们知道中日韩的领导人会议。我们的总理要去韩国访问的，要出席。那当然，这不仅仅是参加一个多边的会，也是两国高层的这样一个互动。韩国呢，它需要释放出诚意，那么创造条件，让中国的总理呢顺利去访问韩国。近日，央视曝光中国一座可以用电磁弹射实现微重力的实验装置启动试运行，这也是亚洲首个电磁弹射微重力实验装置。那么今天还是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入列11周年纪念日。从辽宁舰、山东舰入列到福建舰下水，人民海军已迈入3航母时代。其中，福建舰作为中国首艘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的航母，最新进展也备受瞩目。眼前这座高达44.5米，相当于11层楼高的建筑，就是4秒电磁弹射微重力实验装置。微重力环境是十分独特、珍贵的实验条件，长期的微重力环境目前只能在太空才能找到。因此，中国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创造更经济、更简便的地面微重力实验环境。这座实验装置就应运而生。航母的电磁弹射技术是在水平方向把一个30几吨的飞机往水平方向弹射。我们这个电磁弹射实际上是把一个实验舱体通过垂直方向的那个加速，把实验舱体加速到20米每秒。自由上抛和自由下落的两个飞行的长度各20米，上抛2秒，下落2秒。我们4秒的微重力实验就是这么来的。与4秒电磁弹射微重力实验装置的垂直弹射不同，中国在水平弹射方面早已取得重大突破。今年3月，海军福建舰某部门部门长张川乾在接受央视军事频道采访时表示，作为我国首艘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的航母舰员，我们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证实中国的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舰装备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福建舰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比辽宁舰、山东舰都大。在试舰范围内，福建舰的吨位仅次于美国的福特级和尼米兹级，位列世界第3。2022年6月17号上午，福建舰下水，成为中国海军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目前，全球现役航母中，仅有美国海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首舰福特号采用电磁弹射装置。福特号航母2022年10月首次投入部署，配备4套电磁弹射系统。每套系统主要是由电力储存系统、电力转化系统和发射控制系统3大部分所组成。与蒸汽弹射器那些大型蒸汽锅炉和复杂的设备相比，电磁弹射器将机库甲板的占用面积缩减到原来的1/3，腾出来的空间就可以增加停放的飞机或者用作其他的用途。此外，由于电磁弹射器的输出功率可控，相比蒸汽弹射，可使舰载机载重增加8%至15%，这也就意味着可以挂载更多的弹药。也因为如此，电磁弹射器可以适应不同弹射速度，既可以弹射30多吨挂满武器的重型舰载机，也可以弹射几百公斤的无人机，这是蒸汽弹射器做不到的。不仅如此，电磁弹射器的工作效率还非常高，2次弹射之间的间隔只有45秒，而蒸汽弹射器要间隔120秒以上。但福特号的电磁弹射技术并不成熟，按照美国海军提出的设计标准，电磁弹射器应当在平均弹射4166次时才会发生1次故障。但是现在每次故障之间弹射间隔平均只有181次，故障率足足是设计标准的23倍。如果这一问题未能解决，福特号就面临起降舰载机故障频频的窘境，战斗力大打折扣。技术专家指出，与已初步形成战斗力但仍在解决电磁弹射实测问题的美国航母福特号不同，以直流供电原理研发出电磁弹射的福建舰，较好地平衡了弹射器性能与中压供电之间的难题，技术更安全可靠。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舰舰载机的降落使用的也是电磁力，采用了电磁阻拦装置为舰载机着舰。观察指出，福建舰很可能会成为世界第1型形成稳定战斗力的电磁弹射航母。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是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入列11周年。2012年9月25号，辽宁舰正式入列，舷号为16。辽宁舰航母编队作为远海防卫作战的战略力量，从单平台到作战编组，到航母编队小体系作战，再到融入联合作战大体系，不断提升航母编队作战效能。随着17山东舰入列，18福建舰下水，人民海军已迈入3航母时代，驰骋深蓝，护卫海疆。消息题马上来连线评论员杜文龙，杜先生你好。央媒报道，中国启动亚洲首个电磁弹射微重力实验装置，那您认为这对国防安全有何现实意义呢？电磁弹射是一种新型的动力技术，30吨左右的舰载机可以在甲板上以短距离进行快速的起飞。另外呢，微重力电磁弹射系统也是一种特殊的弹射方式，也说目前无论是常规弹射、特种弹射，我们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不光可以借助弹射让舰载机快速升空，对航空母舰舰载机出动概率、作战能力有重大提升。同时呢，对于那些瞬间爆发的这种微重力试验电磁弹射，我们取得重大成功。像这种弹射过程中，要求在1秒内可以把8.5公斤的水变成0度变成100度，也说明呢，这种爆发式的弹射方式我们现在也基本具备。那么下一步，如果能够在电磁发射技术方面实现多样化，这样呢，对于武器原理的开发，对于作战能力的形成，对于形成新制的作战方式都会起到重要作用。今天是辽宁舰入列11周年，11年来中国航母家族不断壮大，那您认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辽宁舰是中国航空母舰最重要的一个标志符号，也标志着大中型航空母舰的维护、使用、建造，中国已经走上了快车道。纵观这些年，辽宁舰、包括山东舰以及福建舰下水，给我们所带来的一系列观察去分析。首先呢，是从单舰到多舰，
之前呢就是辽宁舰一根独苗，那么现在随着山东舰的服役，随着福建舰即将海试，我们形成了多艘航空母舰所构成的远洋作战体系的核心平台。另外呢，从单舰训练到编队训练也是个重大跃升。目前航空母舰编队我们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规模，无论是编队内的属舰、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包括潜艇，已经有了重大跃升和发展。所以从这一角度去分析，目前我们远洋作战能力正在快速形成。另外，整个编队的保障能力，包括其他保障要素也在快速发展，像固定翼舰载机，包括其他综合指挥系统正在快速生成，各种系统的兼容性、联网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也说明今后远洋作战，我们不仅可以到达远方位，而且可以在较远的距离上持续作战，对于海军战略、蓝色战略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今后中国航空母舰还会以更快的速度，以更强的阵容和编队出现在大洋上。好，请杜文龙先生保持在线，稍后将会继续连线您，谢谢。近日有媒体曝光，美国海军正秘密重启冷战时期用于追踪前苏联潜艇的绝密水下监视系统，以应对中国海军日益增强的潜艇实力。实际上，美军情报体系针对中国的水下监听从未停止。近年来，不时有中国渔民捞起美军在中国周边布放的声呐的报道。美军重启水下监听是印太战略的一环，更多的是在做戏给盟友看。路透社报道称，在西雅图以北80公里的惠德贝岛上坐落着一个美国海军监测站。多年来，它一直忙于追踪鲸鱼的活动和测量不断上升的海水温度。但从去年10月开始，它被命名为战区水下监视司令部。3名直接参与该计划的消息人士披露，这座美海军监测站的更名揭示了美国一个规模更大的军事项目——美国的反潜监测综合水下监视系统进行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重建升级。综合水下监视系统是由固定式和拖曳式水声侦听系统组成的侦察网络。最初建立的目的是监视苏联潜艇，其存在直到1991年冷战结束才被公之于众。1961年，美国海军曾用该系统成功追踪乔治华盛顿号战略核潜艇从本土出发，穿越北大西洋抵达英国的全过程。考虑到当时苏联核潜艇的噪音远大于美国同行，因此更容易被探测到。美国由此验证了该系统的有效性。外界随即也因此传出固定式声音监测系统能隔着大西洋听到苏联潜艇出港的说法。1985年，美国海军将固定式部署的声音监测系统与移动式部署的舰载拖曳震声呐网络等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水下监视系统。在巅峰时期，整个系统的工作人员超过4000人，可以处理来自31个不同监测船只和海底网络的数据。但冷战结束后，失去目标的该系统一度严重缩减至仅有的几座监测站，并转行用于监测海洋生物和近海地震。如今，这一闲置的系统迎来了重启式升级。除了升级声呐系统外，美国海军还正在研发被称为水下卫星的无人潜航器。这些设备搭载高清摄像头、声呐、卫星上行链路等，为美海军提供了大幅扩大监视范围的低成本手段。在此基础上，美国海军将使用人工智能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那美国呢，实际上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呢全新的信息化技术，去对这些水下监视系统呢进行现代化整合升级，让每一个传感器、每一艘舰艇、每一架飞机都成为整个体系中的一个节点嘛。然后呢，去通过网络呢把它们连接起来，实现呢各平台节点之间的通信。据悉，该项目耗资数十亿美元，目前本身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但为何最近向路透社放出口风，外界不得而知。分析认为，这或许是在作秀给盟友看。路透社的报道还声称，美国升级水下监听系统就是针对中国海军不断增强的潜艇实力。根据美国五角大楼2022年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军舰艇数量，同时还在建造更先进的核潜艇。
但特约评论员石红对深圳卫视分析，美军想将冷战时期的技术稍加升级，就来应对中国潜艇，显然不靠谱。潜艇降噪技术在近几十年飞速发展，使得水下监听系统的能力大打折扣。美国现在公开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2大战略竞争对手，而在水下对抗方面呢，像中国和俄罗斯呢都有大量的常规潜艇，而常规潜艇呢采用的是柴电推进，本身的噪声呢就非常之小，在安静性方面具有先天性的优势。中国核潜艇呢现在发展呢也是相当之快，以现在美国很多的对潜探测系统要想发现难度呢非常之大。事实上，虽然美军不断强调保密，但美国利用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刺探包括潜艇行踪在内的中国军事情报，早已不是秘密。近年来，中国渔民在南海等周边海域打捞出过多种硬核海产，已经多次见诸报道，其中不乏无人潜航器、声呐等明显是境外国家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2021年，江苏盐城渔民王所在近海捕鱼起网时，发现渔网比平时要沉得多。起初以为是条大鱼，捞上来才发现是一个体积庞大的黑色物体。捞起来以后，一发现一看有个黑色的东西，上面带那个很先进的太阳能板，后面带那个螺旋桨，两边带翅膀。考完后，他第一时间报告给了当地渔政和国家安全部门，并把捕捞到的装置移交给国家某研究机构。经鉴定，这是近几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海洋无人潜航器，能够测量中国周边的水文数据和环境参数。有分析称，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些境外情报设备的脆弱性。对于美国来说呢，这些水下监视系统呢还存在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拖野式水下监视系统，那它的平台呢就是水声监听船嘛，而这些水声监听船呢在海洋上的目标还是比较明显的，况且它们机动性能、航速呢都是非常差的。而以现在中俄所具备的打击手段来说呢，是对付它没有什么问题好，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评论员杜文龙。杜先生你好。美国海军近日秘密重启了源自冷战时期的高度机密的综合水下监视系统，宣称要应对中国海军力量快速发展和新技术对海战的快速改变。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呢？美国在中国周边进行了多层次的围堵，向周边国家出售 F-35战斗机，构成所谓5代机的围堵锁链。目前呢，针对水下对中国潜艇，又在把冷战期间声呐系统完全复活。冷战期间，出于大洋对抗，包括对中国周边侦察监视的需要，花巨资进行了大量的海洋声呐的布控，而且多个层次进行连续侦察监视，试图对俄罗斯、中国水下活动进行透明般的掌握。目前中国是美国大国竞争的核心目标，再加上这些年中国水下作战能力快速增长，所以美国特别不放心。这个状态下，把冷战期间围堵中国的海洋声呐基阵重新复活，甚至是在极端复杂条件下对低噪音潜艇目标进行各种侦察监视，也成了重点。也说明了美国对于中国目前陆海空天包括水下全方位多层次的封锁和隔离，也说明美国针对中国搞大国竞争，在周边不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武器装备的部署，那么各种侦察监视设备，包括水下的侦听设备也在快速发展。大国竞争，美国在水下迈出了重要一步。